您可能经常听到，或者有时候家里长辈也会这样，就是结婚、搬家什么的，得翻开一本挺厚的那个叫万年历，是吧？对，没错，挑日子。对对，挑个好日子。但这万年历它到底是啥呀？跟咱们手机上天天看的那个公历，就是阳历，它是一回事儿吗？这个问题问得挺好，他俩还真不是一回事儿。哦，那今天咱们要不就来好好聊聊聊这本好像积淀了好多中国人智慧的时间宝典《万年历》。行啊。我们手头也参考了一些资料，就是解释这个传统历法体系的。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想帮大家也帮我自己弄清楚这万年历它怎么来的，凭什么又能把阳历、阴历信息放一块儿？对，还有里面那个24节气以亚季的到底什么意思？最重要的，它怎么就影响了咱们中国人的文化还有生活方式呢？这个话的确是值得好好聊聊。那行，咱们就从名字开始，万年历这名字一听就哇，感觉特别厉害。哈哈，是吧？难道说他真能用以万年？这里面有啥故事没？问到点子上了。这个万年呢，确实挺唬人的，但它不是说那个实际有效期1万年。哦，不是字面意思。对，它更像是一种象征，就跟古时候喊万岁那个感觉差不多。啊，我明白了，一种美好的愿望。没错，就是希望这套历法能长长久久地传下去，永远都能指导后人，变成一个永恒的时间指南。这名字本身就很有分量。有历史感。至于它的起源嘛，那故事就长了，得追溯到挺早的上古时期。上古时期？对，民间有个传说流传挺广的，说是有个叫万年的樵夫，特别聪明，姓万，叫年，哈哈。哎，对，传说里是这么说的，他天天上山砍柴嘛，没事就看天。看天？看太阳升起来，落下去，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还看山里那些花草树木。哦，观察自然。对，他发现，每年到某个时候，那个树就肯定发芽了，到了另一个时候呢，叶子又黄了掉了。他一琢磨，这里面肯定有规律啊，他就把看到的这些，比如什么草木枯荣啊，和时间点儿对上，记下来。据说这就是最开始的那个历法的想法。这个万年樵夫的故事还真挺有意思的，虽然是传说，但也说明白了，就是历法这东西啊，它是从观察自然、记录时间这个需要来的。没错，核心驱动力就是这个。当然，传说归传说，从历史上看，有文字记录的历法的完善是个特别漫长而且很严谨的过程。比如到了商朝，咱们老祖宗已经发明了天干地支纪年法啊，甲乙丙丁子丑寅卯那个。对，就是这个10天干配12地支，他们开始用这套东西来标记年月日时，让时间就是说有了个坐标。这个厉害了，这绝对是个大进步，给后来的历法打了个基础。然后再往后，到了汉代，历法又有一次特别关键的进步，就是24节气。24节气。对，这个我们后面还得细说，它太重要了。这个节气系统把一年里气候、物候的变化更准地对应到具体日子上去了。所以你看，天干地支加上24节气，这2大块一弄好，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万年历，它的核心框架基本上就打起来了。我明白了，所以万年历不是说啪一下就出来的，是咱们老祖宗一代一代人几千年观察记录算改，这么慢慢积累完善的。是这个道理。最开始可能就是为了种地，得知道啥时候播种收割。对，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然后慢慢就发展成了一套指导整个社会生活的复杂系统了。这个万年的名字也确实是带着先人那种希望智慧永传的愿望。是这样。好，那咱们接着往下说。这儿有个地方，很多人包括我有时候都觉得有点糊涂。您说。就是咱们平时老说过阳历生日还是阴历生日，现在又聊这个万年历，这阳历、阴历、万年历，他们仨到底啥关系？是3种不一样的日历吗？这个问题特别关键，也是理解万年历的核心。简单说呢，它们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算时间的参照物不一样。参照物。对，咱们试着用最直接的方法来分一下啊。好，首先，阳历这个好理解，就是咱们现在全世界都在用的公历。几月几号这种。对，它根据什么定呢？就根据地球绕着太阳转圈的那个周期。公转周期。没错，地球绕一圈大概是365.24天，所以阳历平年就365天，隔几年弄个闰年，加一天，366天，把那个零筹补上。4年一闰。对，阳历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年份和季节的对应关系特别稳定。基本上每年的3到5月就是春天，12月到2月就是冬天，这个大框架它不变，这对现代社会安排事情很方便。这倒是。那阴历呢？其次，阴历或者更准确的说叫太阴历 （lunar calendar），它就完全是看月亮的脸色了。看月亮。它的依据是月亮绕地球转的周期，也就是咱们看到的月相变化啊，初一十五那种，从没月亮到圆月亮。对，从新月到满月，再回到新月，这么一个轮回。这个周期平均大概是29.53天，不到30天。是的，所以阴历的一个月就定成29天叫小月，或者30天叫大月啊。这么一来，阴历一年通常是12个月。总天数算下来，大概是354天或者355天。354天？对，那比阳历的365天少了。问题就在这儿。您看，阴历一年比阳历一年少了差不多11天，少了10多天呢。对，你想想，如果完全按照这种纯粹的阴历来过日子，安排重礼会怎么样？每年的同一个阴历日子，对应的季节就会往前跑。往前跑？对，不断的向前漂移。比如今年春节在冬天，挺冷的。但因为每年都差那么10来天，积累下去，过个10几年，春节就有可能跑到大夏天去了。哇，夏天过春节，这对一个靠农业吃饭的文明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呢。农民要是看着这个阴历日子去种地，那肯定完蛋了。这就是咱们老祖宗厉害的地方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展现了超高的智慧。他们没完全扔掉反映月亮变化的阴历，毕竟潮汐什么的也跟月亮有关。对，也没完全照搬只看太阳的阳历，而是创造性的搞出了一种叫阴阳合历的东西 ，Lunisolar Calendar。阴阳合历？对，而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万年历，它本质上就不是一种跟阳历、阴历平行的独立的历法类型。不是独立的类型。它更像是一个集大成者，是一本特别详细的阴阳合历使用手册，或者说历法百科全书。等等，让我捋一捋。所以万年历不是第3种历法，而是把阴历和阳历的好处结合起来的一种综合系统，或者说它是一本包含了各种历法信息的工具书。你理解的完全正确，就是这个意思。万年历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的合。对，它把反映太阳运动、指导季节农时的信息，主要是24节气，这个其实算是阳历的骨架，和反映月亮圆圈周期的阴历日期，也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农历日期，给巧妙地搁在一块儿了。不光这些，它还加进去了天干地支纪年、忌日、12生肖，每天适合干啥，不适合干啥，遗迹、五行八卦等等等等，内容特别丰富。所以咱们平时说的农历，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阴阳合历。原来是这样，怪不得翻开那种老黄历，或者现在手机里那些万年历 App， 信息量那么大，可不是吗？随便点一天，它就能告诉你公历几月几号，星期几，对应的农历是几月初几，现在是哪个节气，或者离下个节气还有几天，今年是啥年，属啥的，甚至还有今天宜干啥，忌干啥。对，全都有。这种一站式的时间信息服务，确实是光看公历或者纯阴历提供不了的。这下彻底理清楚了。能把这个理清就很关键了。好了，关系理顺了，那咱们再往深挖一点。您刚才提到万年历里除了日子，还有24节气
和那个每日一祭，对，还有那个宜嫁娶、忌动土、冲暑煞北这类，听着有点玄乎。这真的就是迷信吗？还是说，背后有别的道理？哎，这就说到万年历的灵魂了。它不光告诉你今天是什么日子，更重要的是，它想告诉你今天适合干点啥。这里面藏着一种顺天应时，就是跟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智慧。顺天应时。对，咱们可以分开来看啊。好，先说24节气，这绝对是万年历里最精华也最科学的部分之一。哦，科学。对，古人早就观察到了，影响气候变化庄稼生长的根本原因是太阳。这个没错。于是他们就把太阳在天上的运行轨迹，就是那个黄道，精确地分成了24等份，每一份就是一个节气。按太阳轨迹分的。是的，比如立春就是太阳走到黄经315度的那个点，夏至是走到黄经90度，冬至是走到黄经270度。每个节气都对应着太阳照射角度、日照时间长短，还有因此带来的气候、动植物的明显变化。哇，原来是根据太阳位置定的，这个听起来确实很科学啊。那它具体怎么指导生活的呢？指导作用太大了，尤其是在古代那个农业社会。你听农谚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听过。这就是告诉你清明节气到了，天暖和了，雨水也多了，是种瓜种豆最好的时候。忙种忙，麦上场，芒种一到，华北那边的冬小麦就熟了，得赶紧收。简直是农民的行动日历啊！可不是嘛，不光是种地，生活习惯也受影响。像咱们说的冬至饺子，夏至面儿。对，这个知道。冬至开始进入一年最冷的时候，吃碗热乎饺子暖和；夏至白天最长，天热，吃碗凉面舒服。就算到了现在，咱们好多人不种地了，但这24节气的智慧其实还在影响我们。怎么说？现在不都讲究按时令养生吗？对，很流行。比如立秋之后说要贴秋膘，就是提醒你天要凉了啊，多吃点，储备点能量啊，有道理。霜降时节要吃萝卜，为啥？秋冬干燥嘛，萝卜润肺生津。这些生活经验其实都跟24节气揭示的自然规律有关系。可以说，节气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条纽带。确实是这样。好多节气虽然现在不一定放假，但明显能感觉到天气啊、身边环境的变化。那个每日一祭呢？这个好像争议就比较大了。对，一祭这个确实是比较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好多人一看宜出行、忌动土，就觉得哎呀，这是迷信。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古代那个生活环境去想呢，会发现很多遗迹背后其实藏着古人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还有那种趋利避害的朴素智慧，不完全是瞎说的。比如呢？比如为什么有些日子说忌动土？可能根据经验，那几天正好是某个节气转换的时候，天气不稳定，容易下大雨啊。你想，下雨天或者土松的时候去挖地基盖房，那风险肯定大啊，影响质量和安全。有道理。再比如，为啥春天常被认为是宜嫁娶的时候？除了天气好、万物复苏象征好兆头之外，从实际角度看，春天农活相对没那么忙，大家有时间有精力办喜事儿。当然了，时代发展了，有些遗迹的原始理由可能没了，或者被后人加了更多主观的解释。但咱们不能完全否定它最开始可能包含的那些实用性的考虑。这么一说，感觉遗迹好像也没那么神秘了，它更像是一种根据过去经验给出的风险提示，或者选时间的小建议，提醒人在做重要事的时候考虑天气啊、环境这些外部因素。可以这么理解。当然，里面肯定也掺了些后世加上去的观念，但核心还是来自于对自然和生活规律的观察总结。至于天干地支，像我们说2025年是农历乙巳年属蛇，对，我的本命年快到了，哈哈。这套系统本身是中国古代一种特别独特的记录时间周期的方法，10天干配12地支循环组合，形成60个组合，就是60甲子，一个大周期。60年一甲子。
对，它跟12生肖一结合，就给时间赋予了一种特别生动形象的循环感。比如咱们常说人生70古来稀，虽然现在不值了哈，60年一甲子，12年一轮回。这不光是计时，更是一种特别深的文化烙印，塑造了咱们中国人独特的时空观。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万年历简直就像一个巨大的信息系统。可以这么说。它把天象、气候、种地、生活经验、纪年方法、文化符号全都给整合到一块儿了。那流传了几千年，这个系统对咱们中国的文化，还有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哪些具体又影响深远的东西呢？它的影响是全方位、渗透性的。如果非要总结一下，我觉得至少有3个层面特别突出。您说说。第一，也是最根本的，它直接指导了农业生产，并由此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生活节奏和哲学观念。指导农业？对，你想几千年咱们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准确掌握农时，那就是命根子。没天气预报的时候，24节气就是农民的生产说明书、行动指南。什么时候该下种，什么时候该除草，什么时候收割，什么时候防霜冻，基本都得听节气的指挥。这种长期跟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人那种敬天顺时、天人合一的观念。顺应自然。对，我们不是要征服自然，而是要顺着自然的节奏来生活，这是第一点。明白了。那第二点呢？第二，它奠定了中国传统节日体系的基础，并且承载了特别丰富的民俗文化。节日，对，咱们最重要的那些传统节日，你想想，春节正月初一，元宵正月5，清明这个是节气，端午5月初5，七夕7月初7，中秋8月15，重阳9月初9等等等等。他们的日期几乎全都是根据万年历的农历，也就是那个阴阳合历来定的。确实是。不光日子，连节日的习俗也往往跟当时的季节特点、农活还有文化寓意紧密连在一起。比如中秋节正好是秋收之后，月亮又圆又亮，所以咱们要吃月饼、赏月，象征团圆丰收。有道理。可以说，万年历给这些充满烟火气、人情味儿的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稳定而且有内涵的时间框架，让他们能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一点感受特别深。我们现在过节，虽然生活方式变了好多，但日子和很多核心习俗还是跟着农历走。是的，这就说到第3个层面了。万年历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和重要载体。活化石？对，刚才咱们聊的天干地支、24节气、12生肖，包括那些遗迹观念，甚至一些跟历法有关的神话传说，都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他们一起构建了一套中国人理解时间、理解人跟自然关系、理解生命周期的独特说法。您知道吗？24节气在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哇，世界级的认可。对，就本身就说明它的科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全世界都认可。它成了一个窗口，让外国人了解咱们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和生活智慧。真不说。还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会说我是乙巳年生的，属蛇。对，这种天干地支 plus 生肖的纪年方式，不光是一个简单的出生年份记录，它把你个人的生命时间点放到了一个巨大的循环往复的文化时间坐标系里面。文化坐标系，这无形中就加强了一种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有道理。所以啊，即使到了今天，很多人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还是会翻返万年历，选个好日子。我觉得这已经不能简单的用迷信2个字来概括了。不是迷信那么简单。对，它更多的反映了一种对传统的尊重，一种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一种寻求心理安慰和文化认同的习惯。
它是活在我们骨子里的一种文化惯性。确实是这样。哎呀，经过今天这么一聊啊，我才真正明白了，这本看着挺古老的万年历，它远远不是一本简单的查日子的工具。它是咱们古人观察天地、总结规律的智慧精华，是一座连接着时间、四季、农耕文明、生活习俗，甚至文化认同的桥梁。总结得很好。这么看来，它能传了几千年，到今天还在我们文化里有一些之地，也就不奇怪了。的确是这样，而且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哦，就是我们现在口袋里手机时间能精确到秒，天气预报能看未来十几天，科技已经这么发达了。对，但是万年历里包括的那些东西，比如24节气的轮回感、传统节日的固定节奏，还有它背后那种顺应时节的理念，其实还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咱们的吃喝、节日安排，甚至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可以说，尝试去理解万年历，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解码咱们中国人骨子里那种尊重自然、珍视传统的生活佛则。万年历确实特别生动地展示了咱们祖先怎么把人的活动跟大自然的中期给紧密地连着一起。是的。那么最后留给咱们听众朋友一个可以琢磨的问题吧，在您现在这个挺忙碌的现代生活里，如果试着有意识地去留意和感受一下这些自然的节律，比如说不一定是为了种地，但可以关注一下24节气带来的哪些细微的气候变化，身边花草树木的提醒，这种对时间更深一层的关注，会不会给你的生活节奏、身心状态，或者仅仅是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启发和不同的感受呢？